没想到 T 的毒性居然这么大，本次的污染区域还涉及2个省。既然今天官方都公布超标了，那您就得小心了。大家好，我是大卫，美西时间2025年6月24号，欢迎来到大卫观点频道。新朋友建议先点赞收藏。今天我们照例聊5件事儿，最后我得讲一下那个重大的突发泄露事件。咱们先聊第一个，也是全球关注的重点。这次以色列和伊朗被迫停火，那为什么大家都知道只是暂停呢？我们先看一下伊朗现在的表态，你就明白了。据伊朗国家通讯社，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穆罕默德·埃斯拉米他说，在以色列袭击的前一天，第3个未知的铀浓缩设施已经建立，它将很快启动并开始铀浓缩活动。这里面透露2个消息，第一个，他说我还有一个新地方你没炸着，第二个，我要继续铀浓缩。以前我们节目都已经做过这个科普了，如果这样是民用的话，它浓缩的3%、6%足够了。真正核潜艇也只有20%，它都浓缩到60%了，就是要往90%那种武器级进发，人家根本就没瞒着全世界。大家看看它，这是在全世界公布的这个消息，他还要接着干。那你说老川该怎么应对呢？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伊朗强硬派议员马哈苏德·纳巴维在伊朗国家电视台表示，此战前伊朗只是一个地区强国，如今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强国，我们的帝国，也就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帝国，正在伊斯兰的旗帜下崛起。我感觉他做这个议员呢不一定合格，你都合众国了，都是这个共和国了，怎么又叫帝国？这明显是矛盾嘛，对吧？帝国是一个人说了算，那合着说您这个共和国就是个幌子呗，这不打自招了吗？第3个呢是伊斯兰的庆祝活动正在进行，而且呢伊朗的国家电台在各频道一直是直播啊，我截取了一个图，你给我看看，他们真的以为自己胜了，看这么多人，这是那总统，看到手上那个 V 字没有？他认为这12天战争伊朗是妥妥的赢家，是在美国总统川普的哀求下，他才同意停火的。您看吧，这肯定是一个短期的，以色列也是不得不停。那其实我们清楚，川普要的只是一个协议，至于说大家是否遵守，是否真的在搞，他不是特别在意。所以说多了可能是3年，少了也许就半年，还得再炸一回。这事儿实际上是没完的。那我们再说第2件事，就是美国的头号新闻呢，是美联储的主席这次又硬杠川普还是不降息。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表示的。据 NBC 的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坚持至少要在9月前不考虑降息，他反对川普总统要求立即降息的呼吁。鲍威尔在国会面对议员的质询时表示，他要到初秋才会支持降低信贷的成本，这主要是因为川普的关税政策可能会带来通胀的风险，这事儿还得赖你川普的事儿。鲍威尔表示，美联储将在6月和7月份的数据中看到关税对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并补充道，随着夏季的到来，我们应该会开始看到这一点。在鲍威尔发言前，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希望国会开始看到这一点，然后呢，我希望修理这个非常愚蠢固执的人，我们将在未来许多年里为他的无能买单。作为一国总统说这个话，你肯定是跌份的，他也不归你管，你也无法强行把他罢免掉，所以说说这话没用。那对于国内的投资者来说你呢买房这件事儿可以缓一缓现在降息可能要等到9月份之后了。那我们再说第3件事，就是老川呢，他有点急于求成，
他这次在北约，他以为达成了一个成果，实际上呢未必。我们来看一下英国《卫报》的报道，欧洲领导人于周二，也就是今天，在北约峰会上与川普会面。北约正准备批准大幅增加国防开支。北约新设定的目标要求每个成员国的国防开支占 GDP 的5%，是目前标准的2倍多。这对川普总统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老川就认为，现在咱们这军费增加1倍，因为以目前看欧洲也好还是加拿大他们的军备大概有1半左右是采购美国的，所以他认为，既然你增加1倍，我的营业额肯定会增加呀。但是他没想到这件事儿可能会适得其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但是呢，由于担心美国不再是一个可靠的盟友，欧洲各国政府正在前所未有的推动军事独立。川普最近的举动也暴露了美国在关键军事能力方面对欧洲的深度的牵制，引起了布鲁塞尔的警觉。今年3月，美国暂停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情报共享，以及川普最近暗示可能很快向欧洲出售降级版的美国战斗机，成为此次冲突的主要导火索。你老川想让人们买你的这个美国军火，而实际上你上台才半年时间呢，他就干了2件事，严重影响了美国军火商的信誉。第一个就是突然给乌克兰断供了，情报也不给你了，炮弹也不给了。第二，他说要开发一个降级版的，就是这个性能相当于美国版本的80%，要给这些欧洲的盟友。那你这不是砸自己招牌吗？所以现在欧洲决定自己研发。那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呢，是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研究员，他叫格兰德表示，欧洲人误以为美国是一个巨大的沃尔玛超市，所有的商品军火都能买到，但现实情况是，尤其对于复杂的武器来说，你最终需要排队，所以你买了东西，你会在3年、5年内交付，这取决于你在队列中排到什么位置。你不仅要与其他欧洲客户竞争，还要与美国客户竞争，美国客户始终是优先考虑的对象。你得先造了以后先供应美国空军，然后才是你的盟友。你还要与以色列人、沙特人、阿联酋人以及亚洲市场竞争，因为日本、韩国他也买美国军火。所以说呢，欧洲领导人直接将这项名称呢，他搞了个活动，叫欧洲安全行动，就是以后呢仍然是要买欧洲的武器。我给大家看一个图你就清楚，现在美国对于这个欧洲多么重要大家看，红色是美国的武器，差不多占了1半嘛。欧洲的目标是未来1半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这些军事强国生产的武器，因为他们也搞清楚了，欧洲最大的敌人它不是别人，就是俄罗斯。而俄罗斯现有的军事设备，你采购的 F-35干嘛呀？其实你阵风台风这些就已经够用了。所以说接下来呢，欧洲是自给自足。你川普好容易把大家有 2.5% 涨到 5% 了，没想到你的份额反而会削减。好，那我们再说这个第4件事就是北约的一些盟国现在为了防止俄罗斯，已经在开始埋设地雷了。据《每日电讯报》的报道，北约盟国将在俄罗斯边境埋设地雷，新的铁幕也将升起了。那这些国家分别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芬兰，就是那个波罗的海3国和其他几个国家。凡是和大俄交界的都开始要埋地雷了。那埋地雷的好处就是，第一，成本比较低；第二呢，以大俄现在的进攻优势，它还是坦克人往前冲，他对人命不是特别爱惜他会逼着这些人往前冲的。那既然这样的话，地雷是最省钱的一个办法。另外呢，这些国家呢，他们是纷纷宣布退出禁止使用杀伤人员地雷的渥太华公约。
既然我都埋了，哎，我也不在乎这个，我干脆就退出。那另外，我今天看到欧洲一个暖心的一幕啊，我也希望把这个温暖的时刻分享给大家。今天在海牙举行北约峰会的时候，也邀请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参加。那在合影的时候啊，我说单独合影的时候，泽连斯基就希望站在中间的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但是啊，这个冯大姐啊还是很讲风范的，她坚持着不，你在最中间。到底是泽连斯基在中间拍了那个合影，另外一边是这个主人啊。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其实啊，他们心里很清楚，欧洲的安全就是乌克兰的安全。实际上，乌克兰在代表欧洲啊做出牺牲，他是走在最前线的，挡的是大家共同的敌人。所以让泽连斯基站在最中间啊，这个是应该应分的。好，我们说第5件事儿，就是刚才说的，官方今天公布了一个突发事件，在广西和贵州，甚至是广东的，大家都会引起注意。我们看一下官方报告，这个是央广网，中国的官方媒体。柳江上游出现 T 浓度异常，广西柳州启动突发环境事件3级紧急响应。我在这儿先给你讲这个 T 是什么，你才知道为什么它要启动这个3级响应。我摘抄了一下 ，T 是全球性的污染物，是国际上最为关注的有毒金属元素之一。它和它的许多化合物都有毒，它的作用呢和砷类似，砷就是砒霜，就是武大郎大郎起来喝药喝的那个砒霜，就这些东西。但它的毒性体现在哪儿呢？急性 T 中毒的症状和砷中毒相似，主要引起心脏毒性，表现为心肌炎症。然后呢，还可以引起什么阿斯综合症？有报告称 T 中毒对人体相当于6克，就是6克，它就会在3天内致人死亡啊！6克3天内就可以死亡。而且吸入这个 T 灰也会对人体有害，有时候甚至是致命的。小剂量吸入时会有头疼、眩晕和抑郁，大剂量摄入，比如长期的皮肤接触，可引起皮肤炎症，损害肾脏、肝脏，剧烈而频繁的呕吐，直至死亡。这个东西有毒，而且可以致命。那我们来看到底是哪里泄露了。文章称，针对近日都柳江、榕江、柳江 T 浓度异常情况，他说异常，其实你说白了就是超标。异常的越少的不可能异常啊，肯定是超了。广西柳州市生态环境局发布通报称，近日榕水苗族自治县一尾矿堆放区因暴雨冲刷排洪沟出现局部塌陷，叠加贵州省方向强降雨的输入，导致都柳江、榕江、柳江，这可是3个江啊！我看了3条江。T 浓度异常，柳州市人民政府已及时启动突发环境事件3级紧急响应，在专家组指导下，科学处置应对，确保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目前，柳州市城区各县水厂出水水质均达到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广大群众不用恐慌。他告诉大家不用恐慌。那我就告诉你啊，我在地图上看了一下，源头是贵州的黔东南自治州，这个源头在榕水县，这个矿也是在贵州。但是随着江往下冲呢，冲着冲着它又开始分叉了，它分成3个江，就到了哪儿呢？就到了广西的柳州。到了柳州以后，它继续往下流，再往下流就会进入广东啊，然后就是到佛山，一直到珠海市出海口。实际这个长度呢，将近是800公里。也就是说，这个区的大家都要引起注意。那我们看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 T 是一种化学元素，其化学符号为 Sb 啊，大家经常调侃的 Sb。T 金属最大的用途是与铅和锡制作合金，以及铅酸电池所使用的铅 T 合金板。
2025年3月份，它的价格呢是1吨20万人民币，所以这个东西其实还是挺贵的。然后2010年呢，美国地质调查报告称，中国生产的锑占全球的88.9%，将近90%是中国生产的。然后呢，2016年中国锑产量下降的76%啊，其次是俄罗斯7%啊和塔吉克斯坦6%。那这个东西啊，中国实际上是管制的，它比稀土的管制啊更加严格。我们来看一下，商务部海关总署公告，它是在2024年第33号关于对锑等物质实施出口管制的公告。就是你要是想给外国出口的话，必须获得许可证，如果没有的话啊，由商务部海关总署依照法律法规对违者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本公告自2024年9月15日起正式实施。那这个东西啊，最关键的是这句话。这些年的研究表明，生物活动和有机物的参与环境中锑的迁移转化，生物对锑的吸收和吸附过程取决于锑的形态，如微生物，它溶解于土壤，容易被植物根系吸收，也就是它这个锑呀，你在水里边污染，它就会污染沿海的土壤，土壤里的植物啊，什么大豆啊、玉米啊、水稻啊，它都能富集，富集完了，最终啊，人还是给吃了。所以说，这个要命的东西啊，我想治理起来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如果大家能听懂我的意思呢，就要在饮用水啊，包括那个蔬菜这块啊，提起自己的重视了。好吧，今天就给大家提个醒儿。最后，欢迎关注大伟观点频道，每天和你更新有用的信息。咱们明天见。